九天尊看了看顷刻间战作一团的6人，咬了咬牙。魂殿此次前来的任务就有抓走所有的萧家之人，如今的情况只有先把萧炎解决了呀。定了定神，九天尊手掌一握，就见那周遭的阴寒之气便是飞速的凝聚而来，最后化为一层黑色的金层套在其右掌之上，下一瞬其身形便是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诡异消失。好快的速度！城墙上一众联盟的强者脸色十分的难看，然而天空上的萧炎却是缓缓地摇了摇头，这等速度还不够。话音一落，就是一掌猛地挥出，掌锋所至处，一道虚幻的身影顿时浮现而出，旋即阴寒的拳锋就狠狠地与萧炎的手掌硬焊在了一起。八星斗尊，劲风暴涌间，九天尊的身形彻底浮现，随后他就在极热与极寒的洗礼中倒退了10来步，堪堪咽下涌上来的鲜血，九天尊傻眼了。一同傻眼的还有下方联盟的海波东一行人。萧炎当年离开时也就刚刚达到斗皇层次吧，这才短短几年时间就突飞猛进到这种地步啦。萧炎看着九天尊精彩的表情，缓缓地摇了摇头，感慨道：没想到啊，多年不见，你竟然是毫无长进。此话一出，不得了啊，九天尊那张老脸肉眼可见的变得堪比大青虫。小子，你未免也得意的太早了一些。只见九天尊气息一阵暴涌，手中飞快结印，不多时一道道足有100丈庞大的能量巨掌就铺天盖地的朝着萧炎砸去。然而萧炎是懂如何气人的，一边漫步在空中朝着九天尊逼近，一边将那些个躲不掉的能量巨掌拍烂，活像是在驱赶烦人的苍蝇。任由九天尊涨红着脸庞如何阻拦，都是未曾让得他的脚步有丝毫的停顿，直到萧炎将最后一道临近的巨大能量掌拍成碎片。抬起头，萧炎冲着九天尊笑得恶厉。这场战斗其实完全就是单方面的碾压，萧炎从来都是越级战斗的存在，再加上远古虫皇衣以及龙皇骨甲这等逆天级别的龟壳，毫不夸张地说，九天尊连萧炎的防御都破不开。此时的九天尊也清晰地认知到了二者实力之间的差距，虽然很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但他怕死，当下就是牙一咬，脚一跺，逃命去了。见到九天尊欲逃，萧炎却是一笑，既然来了，何必再走的话音刚落，就如同鬼魅一般的出现在了九天尊身后，旋即右掌轻轻拍于虚空之上，一圈带着寂灭气息的黑色光圈就飞速的弥漫了开来。没错，这熟悉的配方，熟悉的调调，当然就是我们的天阶斗技大天造化掌啦。眼看着那死神之镰就要割了自己的脑袋，九天尊慌了呀，冲着下方的地面就大喊道：四哥，救我！那声音之尖锐，就犹如小刀划玻璃。九天尊嚎着一嗓子，让萧炎立马意识到，这地底只怕是还有更强的魂殿之人猫着呢。不管有没有帮手，先将这家伙杀了再说。眼眸闪了闪，萧炎就拿定了主意。OS， 咱就说有强者为什么不一起上啊？快速解决战斗回去复命不好吗？魂殿好像格外的喜欢搞这一套。只见萧炎右掌猛地朝前一推，漆黑光圈的扩散速度就陡然暴涨。九天尊顿时被吓得魂不附体，一边拼了老命的将体内斗气朝着后方挥去，一边哀嚎着叫妈妈，叫四哥。这个蠢货真的是烦死人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大地裂开了，一个数百丈宽的深涧随之显现，一股浓郁的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也随之传来，隐隐间甚至还有着无比凄厉的惨叫声传出。没想到在这大地之下居然还隐藏着这等玄机，看来魂殿的这些家伙还真是有所筹划呀。心里这般想着，萧炎震惊之余，手上的动作却是丝毫不减。九天尊的手臂不幸被光圈卷住了，
不多时直接变得血肉模糊。九天尊也是个狠人，见自己用尽手段都摆脱不了，十分果断的就断了一臂。萧炎见九天尊想跑，立马给黑色光圈加了个速。就在九天尊绝望之际，他四哥的出场流程终于是走完了大半，顺便派了一条由血液凝化而成的百丈巨龙来拯救他。可惜萧炎不吃他四哥围魏救赵那一套，宁愿硬扛血龙一击也要杀了他。被黑色光圈吞没的那一刹，九天尊劫后余生的笑容甚至没来得及敛去。同一时间，城墙上的众人也陷入了死寂，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没人能想到萧炎居然选择同归于尽这种惨烈的死法。萧炎真的死了吗？怎么可能？10几秒的寂静后，一道消瘦的身影踏着虚空缓步走出。魂殿的人啊，总是喜欢跟老鼠一样躲在暗地里。萧炎出现的那一刻，要塞之上猛地响起惊天动地的欢呼之声，而那深涧之中也是响起一道淡淡的惊讶之声。咦？旋即一阵咕噜噜的声音响起，就见一粘稠的血海自深渊之中不断的上升，最终与深渊齐平之时方才缓缓停止。随后一个红袍红发红眼红眉的人影从中钻了出来，带着那粘稠的血腥味儿。见他一身红，我们姑且先叫他小四儿吧。只见小四儿哑着声音就冲着萧炎道，不愧是能够让店主重视的人，你的确是有着一些自傲的本钱。萧炎，我谢谢你的夸奖哦。没等萧炎开口说些什么，不是老大的声音突然传来，少阁主小心一些，此人乃是雪河尊者，是中州上极其出名的强者，一身化雪大法极端诡异，只是后来他却突然间销声匿迹，没想到是去投奔了魂殿。听到胡氏老大的话，小四儿很满意自己的威名尚在，怕别人记不住似的，还十分友善地着重强调了一下，大家可以称呼他为魂殿四天尊，或者是说雪河天尊。看着小四儿那得瑟装逼的模样，萧炎眼眸微眯，内心疯狂弹幕，魂殿这些个狗东西，还好老子及时赶回来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表面上却是淡淡一笑道，你倒是悠哉，但却连同伴都懒得相救。随后随手一扬，就将那死的几乎是没有个人样的九天尊朝着小四儿的脸上丢去，淡漠地瞥了一眼那尸体。小四儿嘴巴一张，一道血箭便是爆射而出，直接是生生地将后者轰得化为血浆爆裂而开。这个失败了好几次的废物，救了也没什么用。红毛小四儿声音不带丝毫感情的道。见到这一幕的萧炎嘴角挑起一抹讥诮道，感情对于你们来说果然是多余的，那本来便是被抛弃的东西。小四儿嘲弄一笑，随后又轻叹道，本来是不想出手的，但奈何这家伙太无能，又是折损你手。既然如此，那还是由老夫来吧。萧族所有人的血脉，老夫都是会如数的带回去。原来是想独吞功劳啊！九天尊，搞了半天我活着影响你开大是吗？伴随着小四儿的话音落下，血海之中陡然间爆起一道道巨大血柱，血雾弥漫间，一股阴森的令人骨头发冷的气息缓缓地自四天尊体内铺天盖地地席卷而出。凡是气息所波及的地方，不管是炎盟还是失明宗的人，体内血液皆是在此刻猛然沸腾了起来。旋即现场就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震天响的同时，红色的纸屑也是漫天飞舞。小四儿这无差别攻击的骚操作震惊了众人，不多时深渊周围的片区直接变成了真空地带。此时一个不怕死的声音突然响起，混账，你这是在干什么？难道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出生的人正是死了一半，好不容易才缓了一口气过来的尸天。对于这种脑子拎不清的蠢货，小四儿没有任何想同他废话的欲望，但他看尸天活着挺累的，就十分好心的送了尸天一程。失明宗的人见自家宗主都是被随手杀了，更不敢吭声了，一个个的活像受了惊的鹌鹑。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都看到这里了，赶紧来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年内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